老师，我举报廖敏高考作弊，她的小抄就在她的圆珠笔里。我重生了，跟上一世一样，我刚高考完，我亲爹就举报我高考作弊。上一世因为这场风波，我被取消了高考成绩，终生不能参加高考。怎么会这样？我没有作弊，这小抄不是我放的。之后更是坠入地狱。只是热衷于毁掉我人生的亲爹，并不知道我重生了，而且我已经提前把笔筒里的小抄换掉了。爸，你在说什么呀？你别叫我爸，我没有你这个作弊的女儿。老师，你赶紧检查，她作弊的小抄就在她的圆珠笔心里。你是廖敏的亲爸，你举报他作弊，他可是我们学校的3号学生啊。老师，你看着我女儿听老师，其实她心里坏着呢。她那些成绩全是作弊得来的。哎，你赶紧去查，别让事情闹大了，连累全班同学的高考成绩作废呀！对呀，老师，你管他干嘛？你连这种事儿啊！廖敏同学，我需要检查一下你这支笔，如果笔里面没有小抄，全班同学都会证明你的清白；如果有，那我只能取消你的考试成绩，上报教育局，从严惩处。现在查正好，所有人都能证明我的清白。老师，你查。这是为什么？看吧，老师，我就说廖敏她坏着呢。昨天晚上我就发现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鬼鬼祟祟的，我立马联系到今天就是高考，她肯定是在准备作弊的小抄。廖敏，你太让老师失望了。你可知道高考作弊的严重性吗？全班同学都会因为你作弊，成绩作废。老师，我没有作弊，更没有准备小抄。直到现在你还在演戏，证据都在眼前了，你当老师是瞎的吗？廖敏可真有心机啊！刚刚他撒谎，脸不红心不跳的，我都以为他真是无辜的。看来他高中3年全市第1的成绩都是靠作弊得来的，亏我妈还说让我多跟他学习。呸！败类！女儿，人这一生都会犯错误，只要我们勇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你依然是爸爸的好女儿。你就坦白你自己作弊了吧？没作弊。你们睁大眼睛看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怎么会是这个？怎么会是白纸？这怎么可能？明明是小抄。女儿没有作弊，爸爸看起来很失望。下次一定抓到你作弊的证据。哼！老师，现在我可以走了吧？啊，廖敏同学，真是对不起，刚才误会你了。这一世，因为我提前做了准备，最终摆脱了危机。可上一世，因为这场风波，我被取消成绩，终生不能参加高考。好在妈妈还是爱我的，特意托关系找人，让我上了本地的大专。为了安慰我，妈妈还专门为我举办了盛大的升学宴。谁料这其实，她竟然在所有亲戚面前打开了我的手机相册，跪着哭诉我。亲人们呐，你们看呐，这个不孝女拍下我的裸照，以6块6毛钱的价格卖给她的同学。今天我想请各位亲朋好友能够做个见证，我要跟这个不孝女断绝母女关系。妈，我没有，你为什么要诬陷我？太傻了！这个世上有哪个妈妈不爱自己的孩子？你妈有什么理由污蔑你？最终在一片唾弃声中，爸妈和我断亲。我不是，我没有。妈，你相信我，我真的没有。后来我被奶奶接回了家，
这是你和奶奶的家，以后啊，咱们娘俩就在这里。半夜奶奶突发心脏病，我背着她走了10里地，把她送去医院。奶奶，你坚持住，我马上就到医院。可奶奶脱离了生命危险，却把我推入了地狱。我好心收留这个白眼狼，没想到他不仅抢走我的养老金，还虐待我，他不给我饭吃。奶奶，你在说什么？我从来都没有虐待过你。虐待老人的人渣，去死吧！我到死都不明白，我最亲最爱的3个人，为什么都要撒谎毁掉我的人生？所以重来一世，我发誓要揭开爸爸妈妈还有奶奶陷害我的秘密。这一世解决了作弊风波，我顺利考上了清北，但妈妈不顾我的再三反对，还是给我办了升学宴。小米，你干嘛呢？今天可是你的升学宴，这亲戚都到齐啦。怎么，你这个省状元还不快进去啊？啊，好，走。不过这一次，我不会给他陷害我的机会。大家多喝点啊！哎呦，廖敏，廖妈妈，恭喜恭喜呀！这女儿考上清北，这以后你们的好日子要来喽！好日子，各位亲人们呐，替我做主啊！家门不幸啊！我知道我躲不过这一劫，可看着妈妈歇斯底里的模样，还是让我毛骨悚然。这么一个小讨债鬼，为了一点点零花钱，他竟然在我洗澡的时候偷拍我的裸照，然后在班级群大肆售卖。我没有脸活啊！我辛辛苦苦把他养大，谁知道竟然养了这么一个不孝女！白眼狼，这是白眼狼！这个就是他偷拍我的证据。妈，我房间在哪儿？在那儿呢，拐弯就到了。手机明明被我扔了，怎么还会出现在我妈手上？这个手机，廖敏，这可是生你养你的亲妈，你就是这么报的？你的书都读到狗肚子去了，她可是你妈呀！你为了一点钱，连你妈都不放过，你简直是丧尽天良！我没有拍过，你还撒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妈会有我丢掉的手机？我怎么生了你这个畜生？看我今天不打死！不要打我女儿！小敏，你跟妈说实话，你为什么缺钱？你是不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需要这笔钱来填窟窿？你只要跟妈说实话，妈不会怪你，还会帮你还债。这就是我的亲妈呀！看着在帮我，却在坐实我发她裸照的事。别帮我，小敏，你怎么这样跟妈妈说话？一切都还和上一世一模一样，我必须得找到证据，洗清我的嫌疑。有了，张老师，我在学校里不是上课就是考试，你是班级群的管理员，你帮我证明一下，那些裸照不是我拍的，我更没有发过。高中3年，我的班主任张老师一直给我评3好学生，把我当成他的得意门生培养，他一定会帮我的。廖敏同学平时在学校里成绩优异，学业出色，和同学们相处的也很好。但是，她确实在班级群里发过不雅照片。张老师，你也诬陷我？一开始我还以为这孩子手滑不小心发错了，我还给他删过几次，可没想到你是为了卖钱故意发的。还亲妈裸照去卖，这女儿简直是丧心病狂，还省状元呢，这培养出来就是一个祸害。我明白了，
这一切都是他俩设计好的，怪不得这场升学宴那么多老师同学，他俩一个都不请，却只请了我的班主任。原来是等着我自己掉进陷阱了。小敏，我到底对你做过什么？你要这样害我？难道我注定逃不过前世的厄运吗？妈，你为什么要当众陷害我、诬陷我？我是你们的亲生女儿啊！叶障，你根本就不配当我女儿。从今天开始，我要跟你断绝父女关系。你知不知道这些照片对我带来的伤害，堪比我之前经历的彻骨之痛？我今天要跟你断绝母女关系。这里面肯定隐藏着我爸妈陷害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秘密，让他们一定要逼死我？我明明是他们唯一的女儿啊！这手机有问题！你敢对你妈动手？小小年纪不学好，棍棒之下出孝子！我明白了，我全都明白了。今天就算我坐牢，我也要好好教训教训你。我知道你们为什么要害我了。什么害你？你这个女人没有证据，不要上课。妈，你为什么要伪造我的手机？你当着所有人的面搞坏我的名声，逼死我，你有什么好处？你胡说什么啊？这明明就是你一直用的手机。看清楚了，脸部解锁都已经通过了，这不是你的手机，还能是谁的手机啊？这有什么难的？你趁着我睡着的时候，用这个新手机扫描我的面部，当然可以打开了。只是我敢肯定，这绝对不可能是我的手机。我之所以这么确定，是因为前2天我手机不小心磕在了地上，右下角有一条细纹的裂痕，在屏保上很清晰，而这个手机没有。少在这里胡说八道！这如果不是你的手机，那你的手机在哪儿？你倒是给我编一个出来！我爸这么护着我吗？看来我猜的没错，他们肯定是因为同一个秘密害我的。我的手机现在就在9楼海鲜区的鱼缸里，你们要是不信，现在就去看啊！小敏，你怎么能踹你妈妈呢？爸爸还是那句话，不怕你犯错，只要是你敢承认，你依然是我跟妈妈的好女儿，别让爸爸失望好吗？啊，你看看，你妈妈这10几年为你操心，变成什么样子了？你怎么能为了那几块钱就卖你妈妈的裸照？你以后让她怎么见人呢？小敏，你爸爸说的没错，虽然你做错了事，妈妈怎么会跟记女儿的仇呢？你低头认个错，这事儿就过去了啊！可怜天下父母亲。哎呀，小敏，趁着事情还没有闹大，你赶快跪下来给你妈磕个头认个错。现在人证物证都在，你是赖不掉的呀。既然你们所有人都不辨是非，那现在就叫执法队来，让他们据实调查，谁有罪，谁坐牢。别啊，女儿，可不要冲动，你年纪还小，这未来的日子还长着呢。对呀，这人要留了案底啊，人生就有了污点，对你的前途有很大的危害啊。廖敏啊，你看看你爸妈，即使你做了这么出格的事情，他们还是心疼你，保护你。你怎么就不能懂点事啊？承认错误真的就那么难吗？哎呀，张老师，这廖敏还小，正因为钱犯了错，我们不怪他，怪呀也是怪我们这些大人没有教育好。小敏，只要你现在承认错误，答应以后都不再偷拍妈妈，这事儿就过去。我跟你爸爸从此一句话再也不说。我没有做错，凭什么道歉啊？叶障，我怎么养了你这个软硬不吃、不知好歹的叶障？早知
若如此，我就不应该听你妈妈的求情，把你丢到垃圾堆里饿死。把我扔到垃圾堆里？国强，你胡说些什么呢？怎么能跟孩子说气话？小米，妈妈知道你现在正在怄气，但是够了！你们别再装好人了。你们不就是想逼我承认，手机是我的，照片是我拍的，一切无耻的事情都是我做的吗？小米，你现在是要承认错误了吗？妈妈好欣慰。打住！说话是要讲证据的。我的手机就在鱼缸里，我现在就拿过来给你们看。等拿到手机之后，你们就知道谁在说谎了。接着，你有完没完？这个手机就是你的，你在这来回说谎，你觉得我跟你妈丢人丢的还不够吗？小米，妈妈不能再看你一错再错了，除非你认错，否则妈妈不会让你出这个门的。放开我！你好，请问这是你们掉的手机吗？这是我刚在海鲜区的鱼缸里发现的，查监控看到失主来了这个包厢，还好手机是防水的，没坏。谢谢，这就是我的手机。啊，小敏的手机被送回来了，看来这台手机真的是假的呀！哎呀，这国强就这么一个独生女，你说这夫妻俩演这出戏干嘛呢？你们看，这才是我的手机。现在，妈，该你解释，你手上的手机到底是谁的？我的相册里根本是没有我妈的裸照。哎，是没人。哎呀，国强两口子糊涂啊！这父母诬陷儿女是要遭天谴的呀！张老师，你还为人师表呢，连自己的学生都要陷害，这要是报警是判刑的呀！我抓住这个机会，很可能就能问出他们害我的秘密。爸、妈、张老师，如果你们现在告诉我你们为什么诬陷我可以不报警。我孙女不是好人，你们不要相信她呀！哎呀，妈，不是说了吗？这儿人多吵闹，让你在老家待着，你怎么又跑出来了？我要是再不来，这个心术不正的丫头片子怕是要翻天。你们看看，这都是我这个狼心狗肺的孙女干的。就因为我不给她养老金，她就打我、踹我，还虐待我。太狠了吧！一个女孩子小小年纪，你太狠心了，连自己亲奶奶都下这么重的手。变态就是变态，我们常人当然无法理解。刚刚那个送手机的服务员，指不定就是他给安排好的戏。就是。妈，这些都是小敏干的。当然是他干的，她是我孙女，我会无缘无故冤枉她吗？廖敏，你这个孽障！你奶奶那么疼你，竟然把你奶奶打成这样！今天，清理门户。廖敏，你疯了吗？这是你爸，你居然还手！你错了，他是廖国强，是你们主动跟我断绝关系，把我赶出廖家的。你竟然敢称呼我全名！段清好，你我只是认识的陌生人，我喊你名字的，我骂你都是天经地义。还有这位老太太，你身上都是旧的，应该是很久以前留下来的。你说我一直虐待你，那么一直以来你为什么替我瞒着？偏偏要在升学院这天说出来呢？回答我，看着我的眼睛，说呀！你又吼我，哎呦，我的心口痛啊！我是做了什么孽，才落了这么个不孝的孙女？奶奶，廖明啊，你怎么能吼你奶奶呢？张老师，你这个玉佩很特别吗？什么？这只是个普通的装饰品。哦，是吗？那为什么廖国强有一模一样的玉佩？
个不孝女，连你老师的话你都反驳，你嫌我们家丢人丢的还不够多吗？你急什么？你也有一样的玉佩。你们难道没有听到那些声音吗？声音？什么声音？你们没有听到吗？你在说什么？哪里来的声音？难道这声音只有我能听见？不对，小敏呐，今后你就要和奶奶一起在这里生活了。这个家你随便进，可是这个锁了18年的老屋，你不能进。奶奶，为什么你们4个人都有一模一样的玉佩？这个玉佩是不是跟你在老宅不让我进去的老屋有关？你乱说什么？妈，我们不要被这个孽障一般见识。孽障？爸，我到底做错什么？你要用这个词一直这么形容我？怎么回事？我突然停电了，我这后背凉飕飕的，哎呀，鸡皮疙瘩都出来了。我有事先走了。你别走。张老师，你还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你和廖国强有一样的玉佩？这个玉佩是不是跟18年前的事情有关？18年前，你怎么知道的？他们的秘密还真被我炸出来了。18年前，正是我出生的时候，看来我距离真相很近了。小敏，有些事你知道的越多，对你没好处，是吗？老宅的秘密很可怕吗？你们听到这个孩子的声音吗？你们一直陷害我，是因为这个孩子吗？这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听到那个孩子的声音？明明那个孩子已经……那个孩子是谁？老婆，你太累了，这个孽障魔怔了，我们不要跟他计较。走，我们回家。别走，廖国强，你以为你能躲到哪里去？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跟张老师是什么关系？今天你们要是不把陷害我的真相告诉我，我就告诉你，让你们所有人牢底坐穿。我罢了，瞒不住了。小敏，你真想知道真相？今天夜晚12点，一个人去老房、老屋。妈，不行！闭嘴！我要再不说出真相，要让你们都坐牢吗？我没出生前，爸妈一直住在农村，可我一出生，爸妈就搬到了市里。这一切的秘密，看来都在这个老房里了。那是你弟弟的床。弟弟？我还有个弟弟？是的，你有个双胞胎的弟弟。双胞胎弟弟？那他现在在哪里？他就在这儿。你的弟弟生下来就是个脑瘫，没有多久他就死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你夺了他的命。
你还在胎儿的时候就用你的脐带生生的勒死了你的弟弟。那是脐带绕颈，是意外，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们不会就因为这个，所以一直想害死我吧？姐姐，你害得我好惨。妈，你说什么呢？小米，不要听你奶奶胡说。廖米，你不该来这儿的。不该来，我为什么不该来？因为这里一直藏着你们要害死我的秘密吗？是时候该让这个小孽种明白事情了。妈，小敏啊，子时已到，你欠你弟弟的命该还了。什么意思？姐姐，还我命了！还不动手！女娲送走，男娲归位。上一世，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推下楼的。虐待老人的人渣，去死吧！放开我！你们放开我！难道真的是我弟弟还我了？难道这一世我还是逃不脱厄运吗？我知道了，你们别想骗我！不要！所谓的灵异事件，不过是你们在操纵我的心理，而那些诡异的声音是通过玉佩里的芯片传出来的。你们故意引诱我，为的就是让我认为我听到了我弟弟的声音。投影仪，你们真是费尽心思啊！这个老宅是你们刻意布置的，而这些符纸也只不过是营造氛围的装饰品。你们栽赃我失败之后，便故意布置了这个房间，让我以为我有个弟弟，然后够了，不要再说了。然后让我愧疚，让我真的以为我有个弟弟，而且还是我害死了他，这样我就不会反抗，任你们宰割了，是不是？想让我死？做梦！张老师为人师表，你做的这些事情，真的对得起老师这个称呼吗？这都是道士说的，我也没办法呀。我当年就不该喝下那个符水。18年前，你和廖国强有了一个孩子，是不是？为了掩盖这个丑闻，闭嘴！干嘛？但是18年前我也出生，还是个女孩。廖国强重男轻女，他对于我的出生很是失望。那个时候，他和张老师早就搞在一起了。于是，闭嘴！我凭什么闭嘴？因为你知道她怀孕了，只是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但是我的好奶奶却害了那个孩子。是的，你给张老师喝了所谓的符水，说保证能让他生男孩。只不过那符水中含有水，会让人重金属中毒。孕妇误食水银，本来会死，只不过没有想到毒素转移到了泰尔的身上。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原来是他救了我。因此，张老师生下一个脑瘫的男婴，
而你却把这一切的罪责栽赃到我的头上，甚至为此不惜编造出我有个双胞胎弟弟的谎言。你们给我下药，让我产生幻觉，布置这一切，制造灵异现象，为的就是让我相信我有个弟弟，而且还是我害死了他。这个婴儿床是张老师的孩子的吧？他现在在哪里？他死了，他3岁就死了。小明，妈妈没有想过要伤害你。你少在这给我装无辜！你是我的亲妈，却想要逼死我，因为你认为是我让你的生活不幸，让廖国强出轨。你恨我入骨，你们全家人都希望我死。没错，我全家人都希望你死，因为妈生你的时候大出血，她不能再怀孕了，妈才会和姓张的做交易，把编制工作给了她，只是为了让她给我们廖家生个男孩。错在你不是男孩！放屁！错的是你们，是你们的自私，你们重男轻女，你们的封建迷信害死了那个孩子。对了，你们想让我死，是因为找过算命大师。算命大师说，只要我死，那个弟弟就会重新投胎到你家。什么？看来这件事情，张老师也不知情啊。所以你们这些年一直找机会想要我的命。高考作弊、裸照事件，甚至奶奶装作心脏病发作，栽赃我，想要逼死我。你怎么知道？别做你的孙子梦了，我爸已经不行了。你胡说什么？爸，这是你上个月的体检报告，我在你书房里找到的。报告中显示，你因为长期的抽烟喝酒，已经不孕不育，所以即使我死了，那个所谓的弟弟也不可能投胎到咱们家。不可能！大师说，大师，那大师就是个骗子。他们知道你们重男轻女，于是便编造出这个说法，骗你的钱罢了。这么说，廖强的根断了。这世上哪有不断根的家族？是你们的封建蒙蔽了你们的双眼，这明明是你们的错，却要推动到我的身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张老师，我高中3年的3好学生证书都是你评的，你发的，学习委员的身份也是你任命的。我那么的尊敬你，你的课我从来不早退不迟到。每当我有人生困惑的时候，你也会耐心的、和蔼的教导我，说你是我的人生导师都不为过。我曾经那么满怀期望的看着你，我不求你刻意说我的好话，只要你实话实说，就可以立刻救我于水火之中。廖明，对不起，我每次伤害你的时候，我都很痛苦，我都很后悔。好，同学们看一下这道题啊，会的人请举手。廖明，你来吧。国强，你来啦。我的宝贝女儿又考了年级第1了。廖明啊，真的是太优秀了。你怎么敢了？我们必须毁了他，他必须死。国强，廖明啊，他是个好孩子，是考清北的好苗子，要不我们算了吧？给我闭嘴！你怎么答应我的？那孩子能回来，这不也是你希望的吗？为了我廖家的香火，这次你就狠狠些，只是身败名裂而已，会给他留条
明的？啊？廖国强是他逼我的，几年之前我都不知道他们要害死你啊！你当然不知道，因为你只在乎你自己。你的孩子死了，所以你也想让我死，让廖家绝后，这样你就可以报复我奶奶了。奶奶，你要去哪儿？需要我帮你报警吗？还是说你要找那个算命大师？我不用去找那个大师，那大师我先知先觉的，他马上就会过来，你跑不掉的。他不会来了，他被抓了，我举报的，说不定这件事情明天还会登上新闻头条呢。被抓了？是啊。近日，有自称为生男大师的迷信骗子，针对重男轻女家庭制造多起行骗案，导致受害家庭损失巨大，甚至为此杀害亲生女儿。请大家谨慎提防，不要相信封建迷信。这是这个骗子大师在其他城市作案，被新闻报道的视频。他故意找那些重男轻女的家庭，想方设法的说服他们，女儿就是克星，只有女儿死了，他们才能生男孩。这不是大师，大师不是骗子，怎么不可能？你自己好好的看看，这视频里面的道具和咱们家的一模一样，符纸、玉佩都是他的标配。够！不够！你们知道廖国强这几年给这个骗子大师花了多少钱吗？廖国强，这是我在你账户上查到的流水，每一个月都有一笔固定支出，而收款方正是那个骗子大师的各个账户，从18年前就开始转了，总共消费200万。什么？老廖，你不是说这个大师做慈善是不要钱的吗？200万，够买多少张符纸，多少张玉佩，够这个大师设计出多少种方案置我于死地。200万，国强，如果你把这些钱给我们儿子治病的话，他也许就好了。什么？你儿子还活着？我儿子没死，我儿子还活着。你的儿子，廖国强，你有什么资格说是你的儿子？18年前，我哭着跪下来求你救他，可你呢？你骗我说你没钱。我明白了，你把你的孩子送到福利院，是因为廖国强不愿意花钱给他治病，而是把钱都给那个算命大师了。不止如此，你奶奶还说，如果把那个脑瘫儿接回家的话，她就亲手掐死他。对呀，我就是要掐死他，我是为了这个家好。那个赔钱货，他就该死。赔钱货？你说的是谁？是我，还是那个无辜的孩子？你们都是赔钱货。一个不带把的拖油瓶，一个脑瘫的野种，都是来绝我们廖家后的。妈，别说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些年在外边花天酒地，被掏空了身子，不能生育了，才想起来回来找那个野种。但凡当年能多生个儿子，为廖家传宗接代，我要跟你做那些丧天良的事吗？奶奶，廖国强不孕不育，还有你的功劳。你在胡说些什么？你什么意思？你把话说清楚。国强，你别听他胡说，你闭嘴！奶奶给你吃的那些补品，我找人专门调查，里面含有大量的重金属和有毒物质，导致你不孕不育的真正原因是这个。不可能，那是大师特制的毒药。原来是这样，妈，我被你害惨了。闭嘴！我给你吃的那可都是好药，那以前我也是吃过的，所以我才生下了你呀。我们廖家变成如今这样，都是这个小贱蹄子。大师算了，他
的偏执和仇恨害了廖家。奶奶，每个人耐药性和耐毒性都是不一样的，恰好我爸就是不耐毒，不耐药。妈，你是我妈还是我仇人呢？奶奶，你重男轻女，所以要害死我。你怕张老师生不出男孩，所以给他吃那些药。你胡说！你个畜生！你诬陷你奶奶，你丧尽天良！我没有胡说，我手机里的录音可以证明。我已经把他提交给执法大队了，他们会判决你有没有罪。法律是最公平的。你，张老师，你的孩子在哪个福利院？我们去把他接回来。不行，我不允许！你有什么资格不允许？你知道故意投毒要判多少年吗？你是在威胁我吗？你以为我会让你得逞吗？妈，你拿的是什么？平安茶吗？对，这就是奶奶平时逼迫我们全家所有人喝的平安茶。不过这根本就不是茶，而是她特制的毒药。奶奶就是用这个慢性毒害我们所有人。妈，你怎么能这么做？你闭嘴！你们这群废物，一个个生不出儿子，现在一个个都想背叛我。我就是死，我也不会让你们羞辱我的。住手！你们闻到了吗？这就是我们平时喝的平安茶。奶奶就是用这个害得我们全家头晕、产生幻觉、做噩梦的。难怪这些年我总感觉到身体不适，廖国强也给我喝过。妈，你连我也下毒啊！你们都该死，都该死！特别是你，从你生下来就克病了你爷爷，还把你的弟弟磕成了傻子，现在又想来坏我的好事。你少在这大义凛然的！爷爷不是被我克病的，而是被你毒死的。爷爷死于慢性中毒，而你这几年一直在领爷爷的养老金，不是吗？你对所有人说爷爷还活着，只是常年在外地养病，可实际上他早就死了，因为你觉得他没有价值，还不如省着钱给廖家传宗接代。你才是真正的畜生！你个畜生！你那么狠，你刚才救我干什么？我不是为了救你，我要你活着，接受法律的制裁，我要让你坐牢。我不要坐牢！妈，你害死我爸，也要害死我们，你到底是不是我亲妈呀？执法大队，奶奶，你该依法伏诛了。你们4个被逮捕了。干什么？同志，是不是误会啊？你们要抓的人应该是我妈呀。是啊，我们也没有犯罪啊。同志啊，我是无辜的呀，我跟他们都没有关系啊，我是品德优良的高中老师，你们快放了我呀！你们以为抓走了奶奶你们就没事了？你们的罪行我记得一清二楚。廖明，我最多也就是个口无遮拦，这不算犯罪吧？你先别急着解释，我给你看样东西。这是去年你故意篡改我期末考试答卷的证据。这个视频清楚地显示，你在批改廖敏试卷的时候，故意涂改她的正确答案，导致她期末考试成绩暴跌。你知道因为那场考试，我失去了保送重点大学的资格吗？你可是我的班主任啊，你为什么要陷害我呢？我那时是以为是你害了我的儿子。现在你知道真相了，可是你知道这属于什么性质的违法行为吗？恶意篡改学生答卷，属于教育欺诈。小敏，我替张老师坐牢，求你放过他。爸，你也别着急，我还没说你的事呢。这是你这些年的账目，你挪用了我账户里的钱，而这些钱是我爷爷留给我上大学用的。小敏，我们都是一家人，哪有什么你的欠我的钱之分？你就别再追究了。可是我们已经断亲了呀，而且这些钱进到了算命大师的口里。你们用爷爷给我上大学的钱，反过来设计陷害我，你说我为什么不追究啊？
知道这些？自从我高考结束之后，就一直在收集证据。我找到了你和算命大师的全部聊天记录，看到了你们是怎么设计高考作弊，怎么设计那些灵异事件，这些我已经全部交给执法队了。在你们判刑时，你会看到这些证据的。老梁，你怎么这么傻？你把我害得好苦。至于你，妈，你不会真的以为自己是受害者吧？我什么都不知道啊。好，那你倒是解释一下，这些照片是怎么回事？你和算命大师私下幽会，约的是情趣酒店。你还有个私密的账户，接收过算命大师的转账。哦，对了，这些裸照也是大师帮你拍的吧？什么？他妈的，给我戴绿帽子！根据这些证据，你可是算命大师的同伙。还记得升学宴上你是怎么跪在地上表演的吗？那些眼泪，那些撕心裂肺的控诉，你排练了多少次啊？我还查到，你的账单上每个月都有一笔钱转给一个叫彦祖哥哥的人。他是谁呀？是你县剧团的竹马。你让他教你怎么演戏，怎么在众人面前痛哭流涕，怎么将慈母的角色扮演得淋漓尽致。不是这样的，是吗？那你要不要听听你们彩排的录音啊？原来那天发生的一切都是假的。可是他们明明跟我说，你偷拍了你母亲的裸照啊！是，这是他们精心计划的一场大戏，为了就是让大家觉得我是个不孝女，是个品行败坏的人，这样你害我，就害得毫无心理负担。彦祖哥哥，这哭戏我总是拿捏不好，你得再指导指导我。不够，这里面还有更精彩的，比如你们是怎么计划在烧死我之后拿我的保险金的？这个胡说八道，什么保险金，根本就没有的事。记录一下，涉嫌骗保。是。爸，去年的时候你给我买了一份保险，受益人是你吧？只要我出事，你们就能获得1000万的保险金，这就是你们想要的吧？杀人骗保，这些证据够不够让你们牢底坐穿？小米，我生你养你，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坏。满嘴亲情，可你们什么时候在乎过我的感受？你说对了，我根本就不在乎这份亲情。你以为你掌握我们证据，你就能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害你的真相了？老实点啊！什么意思？你以为我们傻呀？被那个大师骗18年。老梁，不要说。为什么不能说？我们之所以毫无心理负担的害你，那是因为你根本就不是我们的亲生女儿。不可能！有什么不可能？从小到大，你见过你的出生证明？从小到大，我确实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出生证明。上学需要这个证明的时候，我爸也是说找不到了，去派出所开了个户籍证明。我到底是谁？你是我们从福利院领养的，被我们送去福利院那个男孩，才是我跟你妈的亲生孩子。胡说！那明明是我10月怀胎生下来的。闭嘴！我的乖女儿，你现在心里是不是特别慌啊？你是不是特别想知道爸爸还有多少生压症？老梁，我求你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张老师的情绪不对，我妈为什么会这么怕我爸告诉我这件事？他们到底想瞒着我什么？既然你说我是领养，那应该有领养协议。协议？时间太久了，丢了。既然我是领养的，你们为什么一开始不告诉我？那还不是因为怕你被别人嘲笑。廖敏呀，廖敏，
跟你妈生你养你18年，供你吃供你穿，供你读书上清北。如今你要送我们进监狱，你还有良心吗？你别岔开话题。张老师，到底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你应该知道的。我不能说。为什么不能说？我是被领养的，没有领养证明，没有出生证明。我爸妈一直瞒着我，而我是在医院出生的。我知道了，是不是那天产房里出生的婴儿不止我一个？那天晚上，产房里一共有3个孩子。3个？我和你妈是同一天生产的，我生了一对双胞胎，你妈生了你。你给我闭嘴！不，这个秘密我已经藏了18年了，我再也守不下去了，我要说。说啊，说啊！反正已经说到这个地步了，那不如索性全说出来。所以，被送到福利院的那个男人，他是我的双胞胎孩子之一。我生了一对双胞胎，一儿一女，男孩是脑瘫的女孩。女孩什么？死了，出生时就死了。不，她没死。那个女孩，她可能就是……你给我闭嘴！你再多说一个字，我杀了你！老师，当着我们面还敢威胁人？廖国强，到现在你还觉得自己能隐瞒住秘密吗？好啊，不是想知道真相吗？我告诉你，是张老师的女儿，是他跟我的女儿。那天你出生以后，我的儿子就死了，所以你就把我抱走了，然后让所有人认为是张老师生了个死胎。这不怪他，是你爸，是他趁我昏迷的时候换的。给我闭嘴！你以为你是受害者？我本来不想出轨，是你他妈的勾引我！你抓到了我出轨的证据，要让我把编制给你，现在又想把黑锅推到我身上。胡说！明明是你先来勾引我的。够了！这张照片是我在奶奶房间里找到的。张老师，这是你的字迹吧？这是你刚出生时拍的。是，这就是我刚出生时候的照片。照片的背面是张老师的字迹，他称我为小棉袄。那天是我亲手给你拍的这张照片，就在你刚出生的时候，你那么可爱，那么小，就像个小天使一样。可是，够了！可是我因为产后虚脱晕了过去。你在我出生的时候给我拍了照片，却连看都没有来及看我一眼，因为廖国强趁你在昏迷的时候把我抱走了。是的。等我醒来的时候，他们告诉我的女儿夭折了。我发了疯一样想见你最后一面，可是他们说你已经被处理了。你以为你很无辜？你勾引我老公，还想怀孕替代我的位置？我告诉你，做梦！做梦的人是谁？我亲爱的没有血缘关系的妈妈，你的孩子真的死了吗？让我猜猜，你生下了一个男孩，只不过喝了奶奶给的符水，于是他……胡说！我的孩子很健康，是他把我的儿子换成了你，然后不知道从哪里弄出那么一个死胎，说是我生的。他就是想跟我离婚，就是想要这姓张的上位。这就是你害我的理由，因为我代表着你丈夫的背叛，而你生了死胎男婴，却被换成了一个女孩，不带把他拖油瓶。你胡说！我的孩子很健康，一定是他，一定是廖国强把他藏起来了，一定是。你的孩子，别这么说了！再说，就算我们进监狱，我们他妈都活不了了。那个健康的男孩送给了一对有钱的夫妇。给我闭嘴！那对夫妇给了你50万，他们一直想要个男孩，而你把我的孩子给卖
嘴！不要听人见人胡说，你儿子死了！爸，你心虚了。我心虚什么？你无凭无据，不要单着执法队的人污蔑好人。无凭无据。那天在产房应该有个值班的护士长。你怎么知道这些？廖国强，老实交代吧，我就知道你有问题。我什么都没干，我交代什么？爸，这是我在你书房暗格里找到的。18年前的1月8号，也就是我出生的那天，你的账户里突然多了50万。我一直都搞不清楚这50万是从哪儿来的。现在看来，原来是当爹卖儿子的钱。你的意思是，我的儿子现在在豪门享福？那对姓林的夫妇啊，很有钱。林家，林氏集团的林家。对，就是林氏集团。你怎么知道？因为我查到，18年来，我爸账户每个月都有一笔收入，而打款人正是林氏集团的空壳公司，这是他们给你的封口费吧？他们不想让你认亲，是吧？所以事情的真相是，张老师生了我和一个脑瘫的男婴，而我名义上的母亲生了一个健康的男孩。廖国强趁张老师昏迷的时候，将我抱走，谎说是你的女儿。娘娘，快让我看看儿子。你生了个死婴，我处理了。什么？我儿子死了！我儿子死了！我还没有见他一面，我儿子死了！你哭，你就知道哭。这个女又没人要，不嫌弃你就养着吧。你去哪？妈的，我儿子死了，我不难受啊！我吹抽根烟。林总，给你带把的。拿好你的钱，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你懂的。懂。滚吧！哎，好嘞，我这就滚。他知道他不能跟你离婚，于是就把张老师脑瘫的男孩送去福利院。放屁！你知道当时什么情况吗？你妈当时身上带疤就大出血，眼看就不行了，我就……廖国强，你继续交代。我们这儿有录音录像，你刚刚说的话都会作为你的呈堂证供。廖国强，你还我儿子！所以，这就是你不愿告诉我妈真相的原因。你怕她身体不好，受不了打击。这50万是给我妈的救命钱。怎么可能？那些钱她一分也用不了，因为……廖先生，你欠的钱该还吧？你再给我点时间。没时间了，今天必须还钱，不然就把你扔海里喂鱼。来。你需要钱？你是谁？一个可以帮你解决问题的人，只是我需要一个 O 型血的男孩。所以，他卖掉我儿子，不是给我治病。老廖，你什么时候欠高利贷的？你赌了？你看着我的眼睛！你赌钱了？你什么时候染上这种毛病的？我明明前几把一直在赢，可是后来不停的输，我就挪用了学校的钱，挪用的太多，窟窿就越来越大。所以，你就把我儿子给卖了？你不跟我商量？商量？你当时快不行了，我怎么跟你商量？
哪有妈妈会卖自己的亲生孩子？真相大白了，廖国强因为赌博欠下高利贷，所以卖了你的孩子，然后谎称说你生了个死胎，为了安抚你，不让你继续追查下去，他把我从张老师那边抱了回来，谎称我是没人要的孩子。我当时真的是走投无路了。是吗？那林家每个月给你打的封口费呢，你也拿去还债了？所以这些年，你一直支持奶奶，任由她用那些迷信来害我，因为你害怕只要我活着，真相迟早有一天会水落石出。可是，你为什么宁愿相信算命大师，也不肯为我的弟弟，不是为张老师的儿子治病呢？因为他怕一旦给孩子治病，就会暴露更多的真相。毕竟，那个男孩的血型和林家大公子……闭嘴！你再说我就杀了你！为什么闭嘴？让我猜猜，那个孩子的血型跟林家大公子的一样，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你一直不敢看他的原因，因为他只不过是林家买回来的血库。这都是你们的推断，你们没有证据，就算让我老铁坐穿，也得讲究证据吧。我算证据吗？我是当年医院的护士长，李护士长。你怎么会在这里？为什么不能在这里？18年了，我日夜忍受良心的谴责，我今天终于能把真相说出来了。我的儿子还活着吗？那晚的真相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我这里有3份亲子鉴定报告，是我这些年偷偷保存下来的。什么？第1份是廖敏和张老师的 DNA 对比，吻合度99.9%，确实是母女关系。廖敏，我的孩子，我的小棉袄，我竟然诬陷你啊！第2份是本市福利院那个脑瘫男孩的，他确实是张老师和廖先生的孩子。脑瘫男孩和廖敏双胞胎亲缘关系成立，而是第3份才是最有意思的。豪门林家的公子，他既不是廖太太你的孩子，也不是你们任何一个人的孩子。这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懂？哼，廖先生，你要不要解释一下，为什么那天晚上你会抱着一个从别的产房偷来的男婴出现在我们产房？廖国强，你下了好大的一盘棋啊！你早就计划好是不是？你早就知道张老师的双胞胎中其中一个可能有问题，所以你就……是他偷偷去了隔壁产房，抱走了一个 O 型血男婴，卖给了林家，然后把廖太太的健康男婴送去了另一家福利院。不，你胡说！所以，我的孩子他在福利院。是，他在南方苏城的福利院。这些年，我一直默默关注着他。他很健康，被一对教授夫妇收养了。那被林家买走的那个孩子呢？就是林氏的2公子，他知道这一切吗？3天前他出车祸，去世了。什么？去世了？廖国强，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进福利院，然后再偷一个孩子卖进豪门呢？为什么？因为我缺钱啊，我又害怕我自己的孩子在林家受苦，谁知道林家要孩子干什么？我又不能让林家发现儿子就在我身边，
所以，我只能把孩子送到苏城福利院。谁会愿意把一个健康带把的孩子送出去？还有你姓张的，要不是当初你逼我逼得太紧，我不和你结婚就把这编织给你，还要给你封口费。我至于赌博还钱，至于到今天这种无路可走的地步吗？够了！你们两个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至于你，你说你有苦衷，把两个儿子都送去了福利院，可是这些年你收取的封口费，你有给他们花过一分吗？当时张老师怀孕的时候，我就警告过她，她服用的那些药物会影响胎儿，但她不听。那些药是廖国强他给我的呀，他说那是保胎药。是我给了你那些药，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一个大男人会随身带着那种药？你是故意的，你早就知道那些药会让胎儿脑瘫。没错，我就是故意的，我就是要让你生出有问题的孩子，就是让你永远不能上位。我这辈子最恨威胁我的人。畜生你！可那些符水，明明是奶奶给你的。那些符水的配方，其实是你爸给他的。什么？你爸故意让他装神弄鬼，弄出那些诡异的事儿。这样一来，就算你查到了什么，那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推到农村老太太的迷信上。而且你奶奶年纪大了，就算坐牢，也会轻判。廖国强，原来你才是幕后主使，那些诡计，那些迷信，都是你设计的。是我又怎么样？院长，你以为你很聪明？你以为所有的事情都查清楚了？不妨告诉你，这些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反正我死定了，吃的多了不怕药。不妨告诉你，你知道为什么你妈会大出血吗？因为我在她饭里下了药，她为了姓张的跟我闹，我就得教训教训她。个畜生！我就是畜生，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汽油！你们都给我听着，今天谁都别想活着离开这里！把他押进方向，擦枪走火，你们也得死！疯了！我疯了！这些年我被你们逼疯了，我必须装作一个懦弱、被迷信蒙蔽双眼的丈夫，任由你们摆布。今天我不装了，必须和你们同归于尽！你不敢！我为什么不敢？如今林家的孩子已经死了，我的封口费也断了，与其坐牢，不如大家同归于尽。你在虚张声势，这桶里不是真的汽油。你在胡说什么？如果是真的汽油，你知道自己走不了，早就动手了。现在你只不过是在拖延时间。让我想想，你为什么拖延时间？莫非你在等人在救你？你是在等林家的人吧？你以为他们会来救你？你错了，他们早就放弃你了。他们家那个孩子的车祸根本不是意外。你什么意思？因为那个孩子发现了真相，知道自己是被买来的，而且他发现了更多的秘密，比如这些年他买的不止一个孩子，还有更多。闭嘴！你再胡说，我就放火，大家一起死！原来这些年你一直都在贩卖婴儿，而林家那个孩子只不过是你贩卖的其中一个。廖国强，你可真是个狠人啊！没错，这些年他利用和林家私人医院的关系，做起了婴儿买卖的交易。很多家庭因为他支离破碎。不要血口喷人！血口喷人？这里是你这些年所有的犯罪交易记录，包括张老师，你还记得你的另一个女儿？什么？什么另一个女儿？你是说
没错，张老师生的是3胞胎，2个女儿，1个儿子。可我明明记得那天晚上产房里只有2次孩子哭声啊！你生完2胎，他们说你下身撕裂，给你打了麻醉药止疼，记得吗？我记得，那是麻醉药不假，但那麻醉药不是给你止疼的，而是让你昏迷的。在你昏迷的时候，他们强行把第3胎催产出来，是个女婴，被他卖给了国外的卖家。一切都完了。原来你一直想让我死，是因为我的存在能揭露你这么多罪行啊！那我的孩子他现在在哪儿？他在美国被一对华裔家庭收养了，这些年过得很好，现在是哈佛大学的学生。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因为我找到过那个华裔家庭，得知廖国强在领养圈子很厉害，只要提要求肯花钱，就没有他办不到的。这种事怎么可能我一个人能够做得来？你们根本不知道背后的势力多么恐怖！别逼我，再逼我，大家同归于尽！廖国强，就算这是真的汽油，你以为你背后的势力还藏得住吗？你什么意思啊？我已经把所有的证据都上传到手机云端，如果我出事，这些证据会直接发给全国的各大媒体。你撒谎！你要试试吗？你猜，那些被你破坏的家庭，如果知道这些真相，会做出什么反应？他们的命运会不会把你背后的势力给掀翻？国强，那也是你的女儿，她和小敏本该是姐妹的。闭嘴！你才应该闭嘴！你以为这些年我为什么一直保留这些证据，就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揭穿这一切？执法队已经开始动手逮捕你的幕后势力了。逼我！你们都在逼我！不是你贪婪害了这个家。你知道这些年你卖了多少个孩子吗？97个。你怎么会知道这些？因为我找到了你的账本，藏在地下室暗格的那一个。你把每一次的交易都记得很清楚，孩子的去向、孩子的价格，包括他们的血型、性格特征，都记得一清二楚。怎么像是在找事选商品啊？是啊，他还留下了那些孩子的照片。这些年，他会时不时的翻看，不是因为愧疚，而是他在欣赏自己的杰作，是不是？接呀，要不我替你接。反正这1个月我已经黑进了你的手机，接过来你手机数据，我现在开免提，你要听听？别接，女儿，我们求你了，不要接。姓廖的，你好大的胆子，敢留下那些东西！李总，我没有，没有。那些照片是怎么回事？那些资料是怎么回事？你以为你留着那些东西，你就不会死吗？林总，你说的东西是不是廖国强留下买卖婴儿的证据？你是谁？我是廖敏，算是廖国强的女儿吧。你儿子出车祸的真相，我都知道。你知道什么？我知道，你儿子发现自己是被买过来的，他还找到了你和廖国强的其他秘密。他要报警，于是你就制造了一起车祸，要害死他。闭嘴！你以为这样就能掩盖事情的真相吗？廖国强，老子被你给害死了。现在你自己选择，要么自杀，给你自己一个体面；要么我让你体面。廖国强，你还等什么？还不赶紧去死！哦，对了，林总，我有件事情忘跟你说了。什么？执法大队的陈刚队长现在就站在我身边。李先生，你们刚才的对话我已经全部录下来了，这些将会作为你将来坐牢的呈堂证据。你少唬我，录音而已，算不上证据。不只是录音，我还有更多的证据，例如你儿子车祸前给我发的邮件。你认识我儿子？你少在这儿炸我！你认识林家的小孩？不认识，是他找的我。林总，你儿子叫你浩什么？他知道自己是被买过来的，还发现你和廖国强的其他秘密。他约我见面，想要告诉我真相，可惜他没能活着进来。林总手下的人干事很干净，将车祸掩盖得天衣无缝。可是
可是柳妈，你儿子有预感自己可能活不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所以他在邮件里告诉我真相，还附上了一段完整的资料，包括你和廖国强的所有交易记录和那些买卖孩子的去向。不可能！这些记录我明明已经被你锁在私人银行的保险柜里。你以为林浩是怎么死的？他通过特殊渠道拿到了这些资料，然后被林志远注意到。你要什么？我给你1个亿。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告诉你，我们现在手里的证据已经足够让你身败名裂了。你敢威胁我？没有啊，我只是在阐述事实。林总，您仔细听听，是不是警车的警铃声已经越来越近了？全部都带走！这一切是你早就准备好的，对吧？是，从我重生的那一刻起，我就开始布局了。重生？上天给了我重生一次的机会，我必须要尽快收集证据，逆转人生。找到了。这些年，我一直在偷偷学习编程，本来是为了考上大学后学习相关专业，没想到阴差阳错，给了我查明真相的机会。从小爸爸就不让我进他的书房，这里面肯定有秘密。保险箱的密码是我的生日，多么讽刺！一个贩卖儿童的人贩子，居然用自己孩子的生日当密码。出生证明，这些孩子都和我差不多大。糟了，他回来了！哎，林总，好。差一点就被发现了。林阿姨，我知道这些年你一直在调查孩子失踪案的真相。你是谁？你怎么会知道的？我是廖国强的女儿。廖国强？我需要你的帮助。你有廖国强贩卖儿童证据？不只是证据，我还知道他们犯罪网络的运行方式和相关成员。这里有他们的交易记录、资金流向和买家信息。你是怎么搜集到这个证据的？这些重要吗？现在最重要的，难道不是应该找到那些孩子们吗？你知道这么做很危险吗？我知道，但是我必须这么做。什么重生？叶障，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没什么，我只是比任何人都清楚，我们家藏着多少秘密。老师，我举报廖敏高考作弊，她的小抄就在她的圆珠笔里。亲人们呐，你们看呐，这个不孝女拍下我的裸照，以6块6毛钱的价格卖给她的同学。
我好心收留这个白眼狼，没想到他不仅抢走我的养老金，还虐待我，打我给我饭吃。也比任何人都清楚，你们的心有多么的狠毒。小敏，我知错了，只是能不能让我去苏城看看那个孩子？当然可以，但在此之前，你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些年，你明明知道我是无辜的，却帮着他们来伤害我。就算我原谅你，法律会原谅你吗？小敏，可是我也养了你18年。可是我们已经断绝母女关系了，不是吗？你还是去监狱好好改造。小敏，我是你的亲妈，你也要把我送进监狱吗？亲妈，这些年但凡你对我有点母爱，你就不会这么对我。对不起。打住！不是所有的对不起都能换来没关系。陈队长，他们所有人都不无辜，他们所有人都有罪。这个 U 盘里面包含他们所有犯罪证据的原件。廖国强的拐卖儿童，我妈的虐待和诽谤，张老师的教育欺诈，小敏，还有我奶奶的投毒和诈骗，林氏集团的谋杀和拐卖人口。是，走！你好狠的心呐！我们可是你的家人，你竟然这么对我们！这些年，你们不也是这么对我的吗？走。小敏，我不奢求你能够原谅我，但是你弟弟是无辜的，你能去福利院看看他吗？他随我姓，他叫张小明。我的亲弟弟已经被病痛折磨18年。妈呀，老子不就是喝多了开车撞死一穷鬼吗？我爸非得让我来这破福利院装什么精神病，烦死了！顾少，别生气了，咱就在这儿待几天，等风头一过，咱就出去了。哎，那傻子，或者让老子过来当少保玩一会儿。能跟你说？哎呦哥，顾少，你看这傻子画女人呢。怎么着，小傻子，想找老婆了？还给我，还是姐妹花呢？不是老婆，是姐姐、妹妹，还给我，来拿呀！哎，来呀！再高点，再高点，再高点！我忘了，你不光是个傻子，你还是个瘸子。我的话不要啊！不要！你画也是个垃圾，跟你的人一样，妈这辈子最他妈讨厌就是你们这种人。明明谁都瞧不起你们，还非得装出一副努力活着的样子。垃圾！喊呐，哭啊！喊你那花的姐姐过来救你呀！镇上。啊，美女啊！小明，你是姐姐？对，我是你的亲姐姐。画，姐姐画撕了。没关系的，以后可以再画。姐姐以后天天来看你好不好？好，你是这傻子姐姐，基因遗传不对呀。我明白了。哎，傻子，傻子，你知道你为什么是个傻子吗？为什么？因为你姐姐把你脑子给带走了。哎，美女，哎，咱做个交易怎么样？什么意思？你呢，陪本上睡一觉，让我泄泄火，以后我就不欺负你傻子弟弟了。你在梦游吗？梦游？什么意思？你他妈敢说我在做梦？你知道老子是谁吗？你臭婊子！你是猪我也不会在意。
小明，我带你出去转转。出去了，出去了，别走啊！我给你看一好玩的，怎么样？有意思吧？这个呀，是我们几个上周照顾你弟弟的时候录的。你们太过分了！这是故意伤人，我要报警！报啊！我是精神病，我做什么我都不知道。你去找执法队，你把他们喊过来，你看谁敢抓我？我们少爷住在这儿，这可是花了大价钱的。别说是撞死人了，这打残个傻子根本就不算事儿。低调，低调。我明白了，你不是神经病，你是撞了人之后，假装神经病来躲罪的。bingo， 答对了，但是没奖励哦，还是做点爱做的事儿。放开！放开我！不要欺负姐姐！去你的吧！小明，小明，谢人敬酒不吃吃罚酒。把他给我带走。老子今天啊，就他妈让你知道得罪我的下场。看，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喜欢这间活动室吗？因为这儿啊没有监控。没监控好啊。你不是喜欢霸凌人吗？那今天姐姐就让你尝尝被霸凌的滋味。我告诉你啊，你注意，你知道我是谁吗？我爹可是顾氏集团。顾氏集团就是那个林氏企业的兄弟企业。怎么样，害怕了吧？害怕？你难道不知道林氏集团要倒闭了吗？天凉了，顾氏集团也该破产。你什么意思你？你爹花了大价钱帮你摆平撞死人的事，就让你来这儿避风头。可惜啊，他的儿子在福利院也不安生，还要勇夺热搜第一呢。你什么意思？我听不明白。来，笑一个，给全国的网友打声招呼啊！从我进门的那一刻起，你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被全国网友看着。撞死人，假装精神病脱罪，后续还在精神病院为非作歹。你觉得刑警大队会不会对这次直播很感兴趣啊？我敢玩我？老子他妈弄死你！少爷，冷静，少他妈废话！今天我必须弄死他！重活一世，我学会了很多新的技能，比如格斗技巧，还有正当防卫的界限。我告诉你，我是精神病。啊，是吗？你不是说你是装的吗？优米，你没事吧？没事。小明，来。小明，你为什么要替姐姐挡刀啊？因为我是弟弟。你就是顾墨涵吧？你涉嫌故意杀人、伪造精神病史、故意伤害等多项罪名。你不能抓我，我是精神病。精神病是吧？陈队长，这是顾墨涵入院时的真实诊断报告，他很清醒，他在装疯。你胡说！我就是精神病。有能耐，你找执法队重新检测呀！你让他们重新审判我呀！或许他的病非常严重，诊断不出来，那可以加大药量，并且配合电击治疗。我不要。你现在有2条路可以选：一，留在这当一个真正的神经病；二，坦白一切，争取宽大处理。我爸有钱，爸能救我出去。你还是去监狱里好好反省吧。来，我是精神病。小明，以后姐姐天天来看你，你不会再被人欺负了。姐姐厉害。这是姐姐给你买的新画板。画画，你心目中的姐姐什么样子呀？好，不长了，马上就得吃。好。喂，你好，我是张月。张月，你是？我是你的3胞胎妹妹。我调查了自己的身世。你怎么知道我电话号码的？
我黑进了林氏集团的数据库。姐姐，我们需要聊聊。这些年我一直在调查自己的身世，直到我发现了林氏集团的秘密。你知道这样很危险吗？我知道，但是我必须这么做。姐姐，我们联手吧。好，那我们姐妹2人就联手，一起搬到林氏集团，给那些被拆散的家庭讨回个公道。小敏，爸爸，你没资格当我爸。你还是那么恨我，我知道，我没有资格取得你的原谅。你不值得我恨，你只是一个可怜又可笑的人，为了一点钱，连最基本的人性都不要。女儿，你不是要跟我断亲吗？现在你如愿以偿了。妈妈知道错了，我好歹养了你18年。晚了，从你选择站在他们身边的那一刻起，你就失去了我这个养女。对不起，虽然你是我的亲妈，但是我不会接受你的道歉。呸！你这个孽障，害得我家破人亡。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是你的偏执和贪婪害了这个家。林氏集团的高层，在我和张月提供的证据下，也被一网打尽。他们在国内外的佣人买卖网络被彻底摧毁。林护士长，亮明，你还好吧？很好，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好。我最近一直在福利院做义工，这样就可以照顾我弟弟，弥补我这些年没能照顾他的遗憾。是那些被拐卖的孩子，执法队已经找到了，相信他们很快就能回到真正家人的身边。太好了。对了，你打算怎么办？我打算去找那个被收养的弟弟，他也挺可怜的。听说他在读警校，成绩很优秀。对了，这是我的名片，以后要是有时间，还希望你多来我家做客呢。好，一定的。拜拜。我是谁？干什么？廖明，你害我林家害得好惨呐！你是林志远，你不是被杀了吗？执法队抓的是我的替身。你看看这个，这是那个我被领养的弟弟。没错，这就是你那个被领养长大的弟弟，李阳。他现在可是警校的优等生了。你调查我？我一直都知道他的存在，因为领养他的那对夫妇就是我的另一个身份。什么？他在南方苏城的福利院，这些年我一直默默关注着他，他很健康。18年来，我一直以李教授的身份生活在苏城。我和我的妻子给他取名叫李阳。原来你就是李教授。没错，白天我是慈善的大学教授，晚上我是林氏集团的掌权人。你那个弟弟一直叫我父亲。你为什么这么做？一开始我只是想控制那个知道太多秘密的孩子，但后来我真把他看成儿子时，他却不顾我的反对，当上了警察，站在了我的对立面。你要拿理由威胁我，如果我不交出资料，你就要杀了他了。不，我是来谈条件的，只要你交出那些资料，我可以继续做他的养父。否则，如果他知道真相以后，他的信仰会不会崩塌？18年的生活都是一场骗局，他会不会受不了打击而去自杀呀？在他的心里，你是这么重要吗？当然，这些年我和我的妻子把他抚养长大，
给了他最好的教育，他的正义感，他的能力，都是我们给他的。多可笑啊！一个人贩子叫别人正义。你以为我是什么样的人？在苏城，我是德高望重的大学教授，是慈善家，是模范丈夫。李阳能考上警校，还是我给他补习的呢。你知道吗？他每次考试前都特别紧张，是我熬夜陪着他，鼓励他。在演戏给他看。这就是现实的荒谬之处。我是个罪犯，但我真的视他如己出。你最好想清楚了，如果他知道真相以后，他不仅会失去养父，他还会怀疑自己的一切。他觉得自己被坏人养大，接受坏人的教育，自己也是个坏人，心态崩塌，甚至寻死。你想玩弄他的感情？不，我是在保护他。为什么我不直接杀了你？就是因为我害怕他伤心。你知道吗？几个月前，他的警校会操，我和他的养母都去看了他。他穿着警服，站得笔直，真的为他骄傲。林志远，你既然把林浩当成自己的亲儿子，那又为什么要害死另外一个养子呢？你为什么要设计之后害死林浩呢？别说了！你以为我想让他死吗？那就是个意外，都是因为我手下人做的过火了。我就是想吓唬吓唬他。意外？你要是没有做出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林浩怎么会死？你快去自首吧，不要再一错再错了。我不会自首，我不会投降。差点被你给误导了，就是你。就是因为你多管闲事，调查那么多，一直逼我，要不然林浩就不会出事，他就不会死。我要你死，我要你给我的小号偿命。你，把他放下！把他放下！儿子，林志远，你被捕了。儿子，你怎么会知道这个地方？我早就知道真相了。什么？你早就知道真相了？3年前，我就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了。你一直表现得那么正常，一直那么信任我，因为我在执行任务。从我考入警校的那一刻起，我就是执法队的卧底了。原来这些亲戚都是假的！不！这才是最讽刺的地方。我恨你是犯罪集团的首领，可我也真的把你当成了我的父亲，爸。你还记得这张照片吗？我10岁那年，你带着我去爬泰山，这是我人生中最后的温暖回忆。第2天，我就看到了你在暗房里清点被拐卖儿童的账目。从那天起，我就开始搜集证据。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亲手抓住你。那你为什么还要考上警校？为什么还要用我的钱？因为我要了解你的一切，我要潜入你的世界，我要找到我的亲人。现在我找到了，姐，别怕，我会救你。弟弟，原来这些年我一直跟你演父子情深的戏啊！李阳，既然这么恨我，那怎么不直接开枪啊？因为我要让你活着，我要让你接受法律的制裁。我要让你知道什么叫邪不压正，我要让你亲眼看着自己的犯罪帝国崩塌。笑话，邪不压正！你们看好了，那个方向，福利院。没错，我在福利院埋葬了炸弹，那里可藏着我最重要的秘密。别动！林志远，你这个魔鬼！魔鬼！我只是在毁尸灭迹，因为那些被拐卖孩子的档案资料都藏在福利院的地下室。说的是这个？这3天前我就已经把它拿走了。你以为我会让这么重要的证据留在那儿？不，真的。
爆炸声不对。协调组报告，1-2仓库爆炸成功吸引临时犯罪集团于大的注意。林志远，你太小瞧我们了。从你绑架我姐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输了。你，好得很。没想到我最得意的养子，竟然成了我最大的敌人。你知道我是武术大师，那今天咱俩就做个了断，看看你的热武器和我的冷武器到底谁更快。放下刀！你知道吗？这些年最引以为豪的就是你了。别说这些，我为什么不说？是我一手培养的，你的正义感，你的能力，都是我给你的。你错了，那些都是他与生俱来的。好，咱们就比试一下。李阳，你敢开枪打死我吗？我可是你的养父。为了正义，我可以。哼，你敢打死我？你知道你养母得病住院的事吗？我妈，她怎么了？她现在正在住院。如果我死了，她的病可就没人管了。你是骗人！不信。癌症晚期，我一直瞒着她，每年的医疗费都是我在出，每个月要花费50万。怎么样？现在还敢开枪吗？洋洋，动手吧，做你认为对的事情。老婆，你也背叛我。抱歉啊，老公，这些年也一直是我在配合执法队做你的枕边卧底，但是支援，是你先背叛自己的良心的。老婆，我以为你是爱我的，没想到你也在骗我。不，我是爱你的，但我不能对不起自己的良心。18年前，你第一次带李阳回家，我就知道这个孩子一定是被你拐卖的。为什么还要收养呢？因为我想救他，也想救你啊！我以为有了这个孩子，你会改变的。收手吧，志远。也许上天让我们不能拥有生育的能力，就已经是对我们的惩罚了。这些年，我看你对洋洋那么好，我以为你变了。直到3年前，我偶然发现了你的秘密，我就联系了陈队长。林志远，你夫人是我们执法队最优秀的线人。不可能！明明3年前你查出身患癌症，你一直在住院啊！这是我们的计策呀，诊断报告是我伪造的。医院是多么好的联络点，毕竟没有一个人会怀疑一个病人。好得很！我最亲爱的妻子和儿子都在骗我。既然这样，那就让我们一起去死！别动！你根本就不配当个父亲。为什么你们都要背叛我？因为真正的父亲不会拿亲情要挟孩子，更不会因为自己的利益就去伤害孩子。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你还有什么话找？六，你凭什么可以得到大圆满结局？我要让你们遗憾一辈子！你什么意思啊？你那个被拐卖到米国的妹妹，现在正在飞机上，而我的人也在那架飞机上。你敢！如果我10分钟之内不联系我的人，你妹妹和那架飞机就会在1个小时之内，在万米高空砰的一声炸开。陈队，航班号是多少？没用的，那是我的私人飞机，你们查不出航线。B5188已经安全降落在海域机场了，林志远的人也已经被抓了。李护士长，什么？怎么可能？你们怎么能够拦截到那架飞机的？你以为你是谁？这些年我一直在追查真相，早就知道你的布置了。你觉得我会让你再伤害你孩子吗？李姨，那我妹妹……你放心，你妹妹张月很安全，陈队亲自去接她。完了，一切都完了。不，志远，这是你的心声。洋洋，
洋洋，让我再说最后一句话。说吧。对不起，洋洋，这些年我是真心把你当儿子的。我知道，但这不能成为你逃避罪责的理由。志远，好好的去改过自新吧。等你出来，我们还是一家人。爸，阿姨，你真的原谅他了吗？不是原谅，这些年我看着他在善与恶之间徘徊，我知道他内心其实是有善意的。小明，姐姐来看你啦！姐姐，哥，我也来看你了。乌龟，小明虽然不善表达，但他一直在等我们。小明啊，经常夸你。真的吗？是啊，他逢人就说他有一个很厉害的姐姐。姐，哥，我来了。妹妹，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根，终于被我找到了。对不起，让你一个人漂泊在异国他乡。不，我很幸运，我的养父母对我很好，而且无论望水千山，我还是找到了你。小明，你看谁来了？妹妹。对。二房病人张小明在吃药。别动！你放开他！别动，妹妹！凭什么你们就能一家和睦的大结局，而我就要家破人亡？你是谁？你要干什么？我是谁都忘了，还记得我吗？让顾莫寒。我要承认，我打不过你这疯婆子，我也打不过你这执法队的精英。但你们这妹妹，我把她弄死，我要让你们后悔一辈子。姐，这个废物就是欺负哥那混蛋是吧？对，就是他。都到我手里了，还他妈骂我是废物，想死啊你！顾莫寒，我看我还是给你重新介绍一下我的妹妹。她不仅是哈佛的高材生，还是米国女子综合格斗的冠军。格斗冠军？妹妹厉害！这一脚让你欺负穷人，这一脚让你欺负我哥，我这一脚打你！来，打你玩。完了，我们是不是下手太重，把他给打死了？你是谁啊？心理虚呢？我是顾莫寒，我是好孩子，我要去上学，上学去了，太阳当口罩。没想到这个肇事逃逸、装疯卖傻、逃避罪责的人，竟然最后真成傻子。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张悦放弃了哈佛的学业，转学到国内的医学院，立志要研究脑瘫治疗。李阳毕业成为了一名优秀的警察，专门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而我，在清北读书的期间，兼职做了福利院义工，方便照顾脑瘫的弟弟。重活一世，我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家人。虽然我们都带着伤痕，但只要我们在一起，就能治愈彼此的伤口。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黑暗，也没有永远的仇恨，只要心中有爱，我们就能看到希望。